这天，老师带着狐狸猫全班到农场露营，也请农场主人帮大家导览介绍。首先，农场主人带大家前往农场的养蜂区。狐狸猫们看到地上有一箱一箱的蜂箱，此时农场主人从箱子中拿起一块板子，看到上面有密密麻麻的蜜蜂。狐狸猫好奇的想知道为什么这些蜜蜂不会离开，即使出去采完花蜜，也会回到自己原来的蜂巢呢？每一个蜂巢中会有一只雌性的蜂王，蜂王会分泌激素，吸引这些工蜂死心塌地的采集花蜜，照顾幼虫，保护幼虫。此时，小树蛙发现蜂巢中有一只很特别的蜜蜂，一直摇着屁股，不知道在做什么。你们仔细看会发现，这只蜜蜂好像是在画着数字8的图案。这其实是蜜蜂们正在传递讯息，进行沟通哦。它们是借由跳舞来传达食物的方向和距离的。啊，奇妙啊！小小的蜜蜂也会有如此神奇的行为。接着来到鸟园区，看到有些孔雀有着长长的漂亮尾羽，有些孔雀却不怎么起眼。麦麦突然看到一只孔雀正缓缓地张开尾羽，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孔雀开屏吗？正当麦麦在狐疑的时候，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孔雀开屏哟，而且只有公孔雀会开屏，主要就是展示它们的羽毛，希望能够得到母鸟的青睐呢。仔细听，还会听到其他鸟类的叫声，这些都是鸟类它们求偶或沟通的方式。不过麦麦有些纳闷，好像都没看到什么小鸟。农场主人听完后笑着说，因为你们来的季节不太对哦。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来了寒流吗？鸟类它们也会觉得冷，有些比较小型的鸟类会减少出来的频率，有些有长途飞行能力的鸟类，像是候鸟，它们通常就会在冬季时往温暖的南方迁徙，希望能找温度适宜、食物充沛的地方过冬。终于到了晚上萤火晚会时间，除了热闹的晚会活动外，莉莉还看到在路灯下聚集了一堆小虫。农场主人顺着莉莉的视线告诉大家，这些小虫是被灯光吸引，所以聚集在路灯下。动物界中有些动物会追着光源跑，但也有些动物像是蚯蚓、蟑螂，它们看到光源是会马上躲起来的哦。原来如此，所以飞蛾扑火就是追着光源跑的例子咯。你说的没错哦。隔天，狐狸猫们来到池塘，看到了刚出生的小鸭。这些小鸭一出生就好像装着导航一样，不管它们的妈妈走到哪，它们就会跟着到哪，真是奇妙。就这样，农场的露营活动开心的结束了，每个人都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家去了。课堂上，老师仍然认真的上着课。老师接着说，其实这次去农场露营，老师特别请农场主人配合着我们今天要学的动物行为做介绍哦。我们在前面单元学过动物的生理反应，像是动物行为的表现，主要受到体内的神经系统跟内分泌系统协调而产生。以鸟类求偶为例，在繁殖季节，雄鸟体内所分泌的雄性激素浓度升高，会使得雄鸟开始产生求偶的动机。接着，大脑就借由神经系统来传递求偶的讯息，而展现出鸣叫声、求偶舞、改变羽毛颜色等求偶行为。这些动物的行为，有些是与生俱来的，属于本能行为。有些是要透过学习产生的新行为，属于学习行为。本能行为又可以分成好多种类型，像是之前学到的反射动作，
例如眨眼、打喷嚏、流口水等行为都是哦。还有像是趋性，也是一种本能行为。顾名思义，就是动物会趋向或背离某种刺激来源的行为。举例来说，飞蛾会扑火这种行为是受到光线的刺激而朝向光源飞过去，称为正趋光性。而像农场主人说的蚯蚓、蟑螂碰到光线的刺激会躲藏起来，就称为负趋光性。关于动物趋性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A. 每一种动物都有相同的趋性。B. 趋性的刺激来源可能是光源，也可能是化学物质。C. 趋性是一种后天习得而来的技能。还有像是求偶、讯息沟通、迁徙、冬眠等不需要做后天学习的行为，也都是本能行为哦。这些本能行为有些是与神经系统有关，像是反射行为；有些是受到体内雌激素的影响，像是求偶、候鸟的季节性迁移、鲑鱼洄游。不管如何，大多数本能行为的意义都和生物的生存和种族的延续有关。说到这边，先让老师喝点水休息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学习行为吧。像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学习，会看气象预报来判断是否要穿外套等，都是学习行为。而除了人类，其余的动物也是有学习行为的。常见的像是肉食性动物狩猎的技巧，猴子会爬树摘水果，或是黑熊会用拍打的方式来捕食游动的鱼等。而学习行为最大的特征就是行为的熟练程度会随着练习次数越来越厉害的。当动物的神经系统越发达，它们的学习能力也相对是更加惊人。像是猩猩跟我们人类一样会使用工具，甚至还有专属于它们的语言。如何呢？是不是觉得动物的世界很奥妙啊？关于动物的学习行为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A. 学习行为可以借由练习越来越熟练。B. 学习行为的能力与神经系统并无关联。C. 孔雀会开屏是一种学习行为。真的难以想象，原来动物的行为也这么复杂。那么老师，我想请问，学习行为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例子呢？的确，有种很特别的学习行为，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在农场中看到刚出生的小鸭跟着妈妈跑的画面？这种行为我们把它叫做印痕。这些刚出生的动物，特别是在鸟类身上，它们破壳时所接触到的第一个视觉、听觉或触觉经验，常常会留在脑中，不易消失，也因此会让这些小动物们紧紧跟随着第一眼看到的生物。一样的，下课前来个重点整理吧。动物的行为可以分成：一、先天的本能行为，例如趋性、冬眠、迁徙、求偶、讯息沟通；二、后天的学习行为，例如使用工具、学习狩猎技巧；三、动物行为的表现，主要受到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控制与协调。我们学到了大部分的昆虫具有趋光反应，这边就想问大家了，为什么这些昆虫并不会一直往太阳的方向飞去呢？欢迎在下方留下你们的答案哦，我们下堂课再见吧，拜拜。